这是我最近自己一个人研究的专案啊，目前已经大概投入了2周的制作时间啊。当然，在这之前会有更多的时间是用作思考去构思这一套系统到底应该怎么写啊。这系统是参考一些 LRPG 的角色养成跟战斗系统去做的。目标就是做一套资料驱动，也就是可以自动化更新的一套资料框架以后就可以方便扩充。那么战斗的部分呢，并没有开始实际的深入制作，只做了一些基本的攻击、闪避等等的判定。然后闪避、攻击、命中这些判定之后呢，可以连带触发一些机制你看到闪避就是现在攻击下去这个命中值是大于100%，那我没有暴击率，那我就没有暴击同时间呢，如果我对这个怪物的闪避值去做修改，让它变大变高，那我的命中率呢就会下降，然后就可以看到它已经闪躲掉了，那它就不扣许。还有右边这边是一个这个 inspector，这个里面的资料是经过我自己做过视觉化处理的，可以更方便的去阅读数据，像这样展开，可以看到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数字，也可以直接对这边做操作去 debug。像有时候 debug 我就不用特别去打代码，我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去修正它的值，但又不会影响我原本的东西。有一些数据呢，它是有一个上限值的，可以看到我超过我现在1000了，它也是限制在75厘以内。就是可能有些机制你可以希望限制它的值，这里也是可以做到的。然后这个玩家数据这边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例，像我这里有一条词缀是每2点力量值，玩家会得到1点最大生命值，所以看到我目前会有20点的那个力量值，那我的额外生命值这边会有10，就是透过力量来获得的。那如果我变更我的力量值让它变大，你就可以看到多了10000点的力量值，那我这边就会多了5000点的生命。然后同时间呢，在生命恢复这里也有一条动态词缀，是根据我的血量是不是处于低血状态，它就是处于低血状态的时候，我就会回复相当于我10%最大生命的生命值。那可以，我这边把生命清空，那它就会一直回复，回到我已经回到一半了，2531了，那它就会自动归零，就是自动更新，就是所谓资料驱动的一个资料结构。那以后有什么事，就是你不用特别再去代码里面去做一个判断，跟你也不用每一帧每个 update 去抓它数值到底有没有变这样。整个流程下来呢，那个效能会比在 update 里面做一堆东西会来的舒服，就是所以我这套是有兼具到我能想到的效能的一个制作方式，就是作为一个玩家玩了好几年的 ARPG，我去想的一套系统。当然不可能100%一模一样就是我根据我的想法，根据我的经验去做的。所以这套系统呢，我认为是大致完成的。那接下来我的目标就是研究一些偏战斗系统方面的，就是
一些技能它的资料结构到底要怎么样处理，到底要怎么样的表现方式。那可能一个技能它有些只有一个效果，有些可以有好几个效果，可能你打中人了再发射一个箭出去，那这是两个效果嘛，有些你可能只会打到一下。所以我接下来要研究的是技能方面的偏战斗系统的方面。好，这就是目前的介绍。